我想先带你去看一条河。300多年前，明朝末年的南京有一条河，每到入夜，这条河上没有一处是暗的，几十艘灯船画舫首尾相接，每一艘都挂满了灯，灯影落进水里，整条河就像一条蜿燃燃烧的火龙。两岸的楼嘎卷起珠帘，琴声、箫声、歌声此起彼落。水面上名士的酒令与佳人的笑语，随着蝉声灯影荡开。当时的人说，这样的夜景，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处。这条河叫秦淮河，它是那个年代整个天下最风雅也最奢华的地方。可是你可能不知道，这场繁华后来在短短几年之内散得干干净净。河上的灯灭了，楼塌了，那些名动一时的佳人，有的迅捷而死，有的流落天涯。许多年后，一位白发老人回到河边，把这场散尽的繁华一个字一个字写了下来，写成一本薄薄的小书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读这本书，余淮的《板桥杂记》。先说写书的人，余淮，字旦兴，福建莆田人，侨居南京。他生在万历末年，年轻时正好赶上秦淮河最后的全盛年代。他在长板桥边意吟意宴，写的诗被名妓们争相传唱，是金陵城里风头极盛的才子。可是28岁那一年，天崩地裂，明朝亡了。他亲眼看着繁华散尽，朋友心散，从此不肯出使新朝，做了一辈子前朝遗民。一直到78岁那年，清康熙32年，他才把记忆里的秦淮河写成这本《板桥杂记》。全书只有薄薄3卷，上卷雅游，写秦淮的风物与规矩；中卷丽品，替一位一位才女佳人立传；下卷西事，记名士们的逸闻旧事。动笔的时候，有人问他，天下可歌可录的大事那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去写风月？余淮的回答掷地有声，他说，此即一代之兴衰，千秋之感慨所记。我写的哪里只是风月，一个时代的兴衰，千秋万世的感慨，全都记在这条河上。他还说，这本书是仿效《东京梦华录》写的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在第21集读过那本书。北宋亡国之后，孟元老含泪追忆汴京，500多年后，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，又在金陵这座6朝古都重演了一遍。现在就让余淮领路，走进这本书的世界。明末的南京城南，秦淮河缓缓穿城而过，河九边上有一座不起眼的木桥，叫长板桥。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从它来的。余淮写道，长板桥在院巷外数10步，乘远千绵，水烟凝碧。桥边水烟缭绕，草色连天，清幽得像画。而过了桥，就是全书真正的主角九院。这里要先说清楚一件事，九院是明末金陵最顶级的曲中，住在这里的是南曲名妓、上厅行首，放到今天相当于集歌唱家、演奏家、诗人、书画家于一身的一甚名家。余淮形容这里，季家令此比屋而居，屋宇精洁，花木萧疏，迥非沉静。一座座宅院比邻而立，窗明几净，种着疏疏落落的花木，清雅的完全不像尘世。进了门有问物灌茶、小犬迎客，登上厅堂，主客分宾行礼，讲究的是礼数与品味。在这个世界里，真正论高下的从来不是姿色，而是琴棋书画、诗词谈吐，是才情。咒院门外便是秦淮河，河上最风雅的享受叫画舫，那是一种雕梁画栋的游船，船身描金绘彩，舱顶覆着青瓦，四面垂着丝幔。天色向晚，画舫离岸，船头有人吹箫，舱中有人弹琵琶、续扬琴，酒席就摆在水面上。船行灯移，车声、水声、丝竹声构在一起，两岸楼影缓缓后退。
人在船上就像坐在一幅会动的画里，两岸又是另一番风景，叫河房。余怀说：“秦淮登船之盛，天下所无。两岸河房，雕栏画落，绮窗丝帐，10里珠帘。沿河10里全是临水的楼嘎，雕花的栏杆，彩绘的门泥，糊着轻纱的旗窗，珠帘一路挂过去，连绵不断。入夜卷帘，满河灯火尽收眼底。而帘内常常坐着一位临窗抚琴的女子，琴声透过水面传出去，过往的船客屏息侧耳，不敢出声。这些女子自幼学琴学诗，写字作画，谈吐风雅，眼界极高。名士们乘船而来，与其说是寻欢，不如说是来寻一位听得懂自己的知音。于是在这条河边，明末的名士与佳人之间生出了一种独特的交往——雅集。水边的园林里，竹石花影之间摆开矮机与酒盏，来的客人个个是响当当的人物：侯方域、冒辟疆、方以智、陈真慧，后人合称明末4公子。席间的佳人能对诗，能论画，能品评文章，是真正接得住话的对手与知音。一卷诗，一张琴，一壶酒，长长一句就是一整夜。余怀记下了那样的夜晚。每当夜凉人定，风清月朗，名士倾城，簪花约饼，携手看行，凭栏习矣。夜深人静，风清月朗的时候，名士与佳人鬓边簪着花，携手在桥边水畔慢慢地走，倚着栏杆看水。有人吹起洞箫，有人轻声度曲，四下万仞俱寂，连水里的鱼都浮上来听。余怀说，那是太平年代才有的盛事。而席间那些光彩照人的女子之中，有几位的名字注定要被历史记住，后人把她们合称为秦淮八艳。接下来我们就讲其中3位的故事。第一位，李香君。余怀在书里叫她李香，还亲笔替她画了一幅小像，身抓短小，肤里玉色，慧俊婉转，调笑无双。个子娇小，肌肤如玉，聪慧灵巧，谈笑无双。当时的人给她起了个誉称，叫香扇坠，像一枚蜷在遮扇底下的玉坠子，小巧却精致的让人移不开眼。她13岁学唱，昆曲名段唱得精妙入微，又善琵琶，四方才士以见她一面为荣。但真正让她名留青史的，不是才艺，而是气节。李香君是秦淮河上最有风骨的女子。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权臣阮大铖想用重金拉拢他的爱人侯方域，李香君极力劝阻，这种人的钱一文都不能收。后来权贵田养设誓要强娶她，她宁死不从，撞得头破血流，鲜血溅上了侯方域送她的定情诗扇。有人杨龙友提笔，把扇面上的斑斑血迹点染成一束桃花，这就是名动天下的桃花扇。在书的下卷，余怀只用了8个字记下他拒绝权贵时说的话：妾不敢负侯公子也，我不敢辜负侯公子。要知道，那是一个满朝文武争相辩捷的年代，饱读诗书的大臣可以一夜之间改换门庭，而一个被世人轻视的歌妓却把不负2个字看得比性命还重。后来孔尚任把他的故事写成传奇《桃花扇》，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。一把小小的扇子，扇底藏着整个明朝的眼泪。第2位，董小宛。如果说李香君是一团烈火，董小宛就是一盏清茶。余怀写她天资巧慧，容貌娟颜，天生聪慧，容貌秀美。但她最动人的是那一身把日子过成诗的本事。刺绣女红做的精绝，当时的人称她真神，又精通烹饪茶道。相传今天江南的名典董堂就是从她手里传下来的。她性子喜静，最爱幽灵远谈片石孤云，遇上好山好水便恋恋不忍离去。后来她嫁给名士冒辟疆，喜景严华，相夫李家。清晨煮茶，灯下读书，战乱流离之中，冒辟疆及直抵重病，都是她衣不解带的照顾。9年之后，她积劳成疾病逝的时候，
年仅27岁。冒辟疆写下2400字的《影梅安语语》，哭他字字血泪。第3位，柳如是，是3人中最传奇的一位。他出身寒微，幼年被儒转贩卖，却硬是靠着过人的才情站了起来。诗词书画，连当世名士都自叹不如。他常作儒生打扮，与文人纵论天下事，胆识见地，不让须眉。后来她嫁给文胆领袖钱谦益。明朝覆亡，清军兵临城下的那一天，她携丈夫与她一同投水殉国。钱谦益走到水边，伸手试了试，说：“水太冷了。”而柳如是二话不说，奋身就往水里跳，被人死死拉住，才没有沉下去。一池冷水照出了2种人格。读史读到这里，谁是须眉，谁是裙子，已经分不清了。讲完了红颜，任章把时光扒回国变之前，再看一眼秦淮河最后的全盛光景。一年里最盛大的时刻是端午。这一天入夜，全城的灯船倾巢而出。余怀写道：“薄暮须臾，灯船毕集，火龙蜿蜒，光耀天地。”暮色才落，灯船便聚满了河面，船船相衔，像一条蜿蜒的火龙，把天地照得通明。船上鼓声大作，从聚宝门水关一路喧闹到通济门水关，彻夜不息。两岸河防的栏杆上、石桥上、岸边结满了看灯的人，整座金陵城都醉倒在这片灯火里。更妙的是这贴河的格局。余怀说，旧院与宫院遥对，仅隔一河，原为才子佳人而设。河这边是旧院，河对岸竟然就是江南宫院，天下最大的科举考场。每逢秋闱之年，四方士子云集金陵，白天在宫院里博功名，考完了便过河来访家人。有人邀10天半月之欢，有人定100年之约。功名与风月，庙堂与江湖，就隔着这一水之遥。春日里又是另一番光景，两岸杨柳如燕，桃花李花的花瓣落在水面上，画舫载着赏春的人缓缓而行，衣香秉影，笑语迎合。那是明末金陵最美的岁月，美到没有一个人想到，这竟然已经是最后的光景。转折来得比所有人想的都快。先是离别，时局一年比一年坏，江北烽烟四起，河边的渡口送别渐渐多了起来。名士们要奔前程赴国难，家人折一枝杨柳相送，船去水溃，从此一别，往往就是一生。那些席间许下的100年之约，大多没能等到兑现的一天。西元1644年，甲申之变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皇帝自义梅山，明朝亡了。第2年，清军铁骑南下，扬州城破，兵锋直抵南京，仓促用力的弘光小朝廷一触即粗，秦淮河上的灯几乎在一夜之间全灭了。繁华散场，每个人的结局都成了时代的注脚。名姬葛嫩跟着爱人投身抗清，兵败被俘，他骂敌不拘，至死不屈。爱人孙克贤大笑着陪他赴死。魏国公府的公子徐清君曾经家资巨万，夜夜笙歌。国变之后，家产超绵，衰落到替人代受杖刑换饭吃。有的家人出家入道，青灯古佛了此一生。更多的人流落江湖，不知所终。余怀自己也成了亡国之人，半生的际遇全都留在了那条再也回不去的河上。许多年后，余怀重新走过旧院，他在序里写下了全书最沉痛的一句话：蒿篱满眼，楼馆皆灰，美人尘土，盛衰感慨，致富有过此者乎？放眼望去，野草长满了旧路，当年的楼馆烧成了劫灰，那些光彩照人的家人都已化作尘土。天底下盛衰的感慨，还有比这更深的吗？书的下卷里还记了一个让人心碎的场景。老乐师张奎当年是旧院最受欢迎的箫师，国变多年后，他重回金陵，歌台舞榭全成了瓦砾，他便独自站在残破的长板桥边，
吹起一管洞箫。箫声响起，附近矮屋的门开了，一位白发老妇人走出来，听出了是谁，掩面呜咽，久久说不出话。这本书读到最后会读出2层意思。第一层是繁华易逝，十里珠帘登船如龙的盛景，几年之间就能化为蒿里瓦砾。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太平与热闹，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。第2层更深，繁华会散，风骨不灭。你看，王朝倾覆的时候，多少高官显贵争相辩解，而几位被世人看轻的女子，血溅失善的李香君，奋身投水的柳如是，纳敌而死的葛嫩，却把气节守到了最后。余怀写的哪里是风月？他写的是，在天崩地裂的乱世里，一个人能不能把自己活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？楼台会塌，朝代会亡，唯有人的风骨能穿过300年的时光，站到今天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今天我们跟着余怀的《板桥杂记》回到明末的秦淮河。我们看了长板桥边迥飞沉静的旧院，做了箫鼓画舫，隔着10里珠帘听了一曲琴。我们认识了血染桃花扇的李香君，真神取胜的董小宛，奋身投水的柳如是。最后，在甲申国变的烽火里，看着满河的灯一夜之间熄灭。如今的秦淮河上，游船依旧，灯火依旧，可那个才情与风骨并立的时代，只活在这3卷薄薄的小书里了。一盏残灯，一湾寒月。余怀用一辈子的思念告诉我们，繁华留不住，但有些东西留得住。如果这集让你有所触动，记得订阅频道。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说来奇妙，余怀在书里形容一位迟暮佳人追忆往昔，说那情景就像白头宫女在说开元天宝年间的旧事。下一集我们就去读那本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，把时光再往前拨800年，看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的长安，繁华到了什么地步，又留下了怎样的遗憾。最后留言区告诉我，李香君、董小宛、柳如是这3位乱世红颜的故事，哪一位最让你动容？为什么？我们下期见。